夫妇在时尚圈绝对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的存在。他真的是特别会打扮自己，戴个帽子，围个围脖，有时候还会给自己穿个小裙子。在穿搭这个赛道上，他可以说是无熊能敌了。只是一个披肩，夫妇就能玩出很多花样。他会用双手拉着披在肩上，有时也会顶在头上。为了防止披肩掉落，他还用嘴巴叼着另一头。而且夫妇的猫步也是一绝，走起来可以说是摇曳生姿。前段时间，夫妇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件晚礼服，单肩高开叉，他甚至还搭配了一顶贝雷帽。时髦的款式，大胆的颜色搭配，真的是时尚感拉满。如果说一次可能是巧合，那这个黑色包臀裙加上他特意摆的 pose， 也可以说明这一切都并非意外。而且夫妇对单肩的款式也是情有独钟，他有一个彩虹披肩，只见他非常熟练的套在头上，然后又伸出一只胳膊，把披肩穿成了单肩。这也说明了夫妇确实有自己的穿搭想法。更厉害的是，夫妇会把戴在身上的东西调整到自己认为好看的角度。这天夫妇匆匆的吃了2口早饭，就打算带上披肩出门逛街了。只见他把披肩顶在了头上，披肩有些盖住了眼睛，他还知道往上撩起一点，露出他漂亮的大脸。他对于自己的美貌可以说是相当的自信了。夫妇偶尔也会逗逗大家。这天他的脖套套在木桩上了，看着他一直苦苦挣扎，感觉他当时痛苦极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现场的游客都着急坏了，但了解夫妇的粉丝都知道，他没上手就是在故意表演。果不其然，他只用一只手就轻轻松松取下脖套，化解了危险。更搞笑的是，夫妇反手又给他套上了，这动作相当的丝滑，他甚至还非常的得意，好像在炫耀自己把大家给骗到了。夫妇除了穿搭像人类，他抱玩偶娃娃的样子也像人类，只是这造型看起来有些像疯掉的可云。夫妇和灵言不愧是同班同学，真的是在各自的赛道上都稳稳坐牢了一哥的位置。熊猫芒仔到底能有多搞笑？他如果幼稚起来，连他1岁的儿子也比不了。这天芒仔又成功的抢到了驾驶位，坐在上面笑的那叫一个开心，而他的儿子只能坐在引擎盖上，把小武气的抱着他的脑袋咬。母子俩闹了一会后，芒仔从车上下来时，不小心把大跑车的车门零件带掉了。芒仔发现自己闯祸后，肉眼可见的有些慌乱了，于是他爬上木架，吃了会竹子缓了缓，心想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认下了，得把锅甩给儿子才行。于是他又爬上了驾驶位，然后歪着脑袋看掉在地上的车零件，假模假样的像是在说，这是谁把车弄坏了？刚才明明还是好好的。然后又迅速从另一侧车门下来，又像是在说，大伙都看到了哈，我是从这边下来的，这车门可不是我弄坏的。小武发现自己的跑车坏了后，那是躺在地上抱着车零件哭啊，我的清汤大老爷爱，我芒小武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，我总共也就这么一件像样的家当了，结果又被莽妞妞玩散架了。奶成给小武新安排的树飞也被莽妞妞看上了，这天他比小武出来的早，就率先爬上来占领了树杈。小武肯定不同意啊，于是就爬上去咬住妈妈的屁股往下扯，但小武的力量毕竟太小，莽妞妞坐在上面依然纹丝不动，小武没有办法，只好灰溜溜的下来。还有一次是母子俩在抢大宝座，小武把脚丫子挤进去就已经笑得很开心了，但莽妞妞不同意啊，一下就把小武推出来了。小武这时还是笑得很开心，于是莽妞妞就按住小武的脑袋，趴在小武的身上也笑了起来。这娘俩的笑容真的太治愈了。芒仔揍小武的时候也是真揍，最常见的就是从高空抛下，有时候也会骑在小武的身上，抡圆了拳头揍。这架势真的看着又好笑，又有一点心疼芒小武。但莽妞妞宠起儿子来也是很宠的。有一次他坐在小武的毯子上，啃着小武的玩具正起劲儿，然后突然就愣在了那里。恍惚之间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他便起身，用嘴巴推动着小球，来到了儿子的身边。他这是在给儿子送玩具啊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被莽妞妞温暖到。香港海洋公园现在可热闹了，2只变4只，4只变6只，不到1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了熊猫大户。有大家熟悉的老面孔，也有初来乍到的新面孔，还有2只养成系的港产熊猫宝宝，老中青全齐了。安安和可可一经展出，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2只小家伙非常活泼，公开营业的第一天，安安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正对着游客吃播了。可可更厉害，直接趴在玻璃上和游客贴贴，还和梁咏琪来了个近距离互动。他们2个能如此社牛，肯定和饲养团队的尽心付出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安安和可可的颜值更是没得说了。安安随了林冰妈妈高大的身材，是标准的浓颜系大帅熊，而且他还是中兴有名的越狱大王。香港人民听说后也是开心坏了，打算拿着麻袋蹲守公园门口碰碰运气。只是去的时候要多带2个人，毕竟安安1.8米的大高个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确实有点不好抱。可可长得很甜美，却有着小辣椒般的性格，她非常的活泼，是官方亲自认证的假小子，曾经还挑战过中兴战神姚一家。
他也是一个拆家毁树的小能手。随着莹莹的龙凤胎宝宝顺利出生，香港人民的腰杆都挺直了，再也不用羡慕别家晒娃了，这下自己也可以体验养成系的快乐。两只熊猫宝宝不仅随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，还超级的活泼可爱。刚满1个月的时候，姐姐就能摆出咸蛋超人的经典动作，弟弟则会甜甜的冲着镜头 say hello。姐姐看似文静，但当弟弟路还不会走，却敢调皮的挑衅姐姐时，还是被姐姐血脉压制了。弟弟表示已老实，但下次还敢。粉粉嫩嫩的两只小团子，隔着屏幕好像都能闻到奶香味儿。元芳也非常的宠他们，什么满月宴、百月宴，一样都没落下。官方开通了港宝胖搭这个社交账号，也在频繁更新两小只的动态，让喜爱他们的粉丝也可以见证他们的成长。为了让莹莹们好好坐月子，元芳甚至把熊猫馆闭馆了3个多月。乐乐也成为了第一只休产假的熊猫爸爸。毕竟龙凤胎的出生，乐乐也功不可没。据说今年2月就可以跟莹莹和熊猫宝宝见面了，到时候香港海洋公园肯定会更热闹。萌对媚猪的抗摔打训练开始了，果然就连天才熊猫宝宝也逃不过这一关。这天媚猪飞速爬上木架，萌萌则紧追其后，直到媚猪被追到无路可走，便回头用非常弱小无辜的眼神看着妈妈。萌萌也是二话不说直接步入正题，但他并没有把媚猪从树梢处扔下，而是叼着媚猪的头套退着往下扯，直到他感觉高度可以时，才把媚猪扔下木架。所以说别看萌萌平时挺虎的，其实心里还是有数的。而且他现在还可以做到把媚猪从上面拖下来，然后稳稳地接住抱在怀里，即便是看到奶爸过来了，一时嘴馋丢开了怀里的媚猪，也会用脚稳稳地拖住，不至于摔到它。其实萌萌对媚猪的抗摔打训练都是小打小闹，和别的熊猫妈妈比简直就是过家家。而且更多时候萌萌也懒得动弹，但奈何媚猪自己是个卷王，很多本领都是无师自通，小年纪就会做引体向上了，这强大的臂力真的是不得不佩服。展区里的大树也是媚猪自己学会爬上去的，而且他刚满半岁就到处标记领地，还把妈妈给标记了。所以当他听到危险的声音时，他不仅没有躲起来，而是挺身而出挡在妈妈的前面。真的不敢想象，年仅半岁的媚猪就可以保护妈妈了，不知道媚猪到底还会带给大家多少惊喜。这比奶爸还高半头的小熊，就是虫洞的美少女壮士梁月。梁月非常的活泼，属于是那种熊来疯的性格。每次饲养员到外场给他放吃的，他都兴奋地扒着笼子跳摇摆舞，感觉他当时着急的一刻都等不了了。看他这摇曳的舞姿，就知道这虫洞舞王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。这天梁月本来正双目无神地趴在笼子上，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像是被打入冷宫的妃子。但当他看到奶爸过来了，又立刻两眼放光，站起来摇摆。但别看梁月长着1.9米的身高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只要他坐在那里，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奶娃娃。梁月今年去基地相亲，结果凉面、凉粉、凉虾都没带回来，只吃了一肚子的粮草回来。后来元芳把他安排在了小五的隔壁，梁月看到小五也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整天就像一个熊贩子一样，趴在围墙上偷看小五。有一次小五刚出来，梁月就兴奋地趴在玻璃上摇摆，把小五吓得赶紧爬上了木架，直到梁月看到了3姐盲仔，才算消停了下来。后来慢慢的小五和他熟悉了，还过来主动找六姨玩，结果梁月看到小五却害羞的走开了。所以虽然梁月长得熊高马大的有些唬人，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小甜豆。在2016年亚老二生下了罕见的3胞胎，但因为其中2小只的体重太轻，都夭折了，只有胖胖的梁月活了下来。梁月和侄子侄女于宝于贝一起长大，更是和于贝一起生活了7年的时间，直到去年的年底才分开。梁月是个直宝女，整天和侄女腻在一起，竹子也只吃于贝严选，于贝没办法，只好让着她，把手里的竹子分给梁月一半，自己的小姑还得自己来宠着。所以说梁月和于贝的天下第一好，真的全靠于贝的脾气好。这被锁喉的大熊猫就是长隆的大眼仔帅帅。帅帅不仅长了一张圆圆的脸，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亮，是标准的大帅熊。有很多网友分不清帅帅和酷酷，虽然他俩都是浓颜系，其实也很好分辨，长得帅气的是帅帅，长得好笑的是酷酷，脸比圆规画出来还要圆的是帅帅，五边形的是酷酷，爱生气表情严肃的是帅帅，整天乐呵喜欢咩咩叫的是酷酷。帅帅是3姐弟中出生体重最轻的一只，只有83克。当年菊笑妈妈看他太小，直接就放弃了，被饲养员带去育幼箱进行照顾。后来帅帅一直不停的吃，凭借自己的本事吃成了3姐弟中的首重，也是最会撒娇讨妈妈欢心的那一个。因为帅帅比较凶，不像酷酷那样喜欢和人亲近，所以他也是3姐弟中咬人最多最狠的一只，以至于时隔多年，当有人让亲姐用一个词形容帅帅时，亲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狠。我出来就有一个词儿，狠。哎，这孩子真是狠。
他咬人的时候那个狠，所以说呢，嘎嘎疼。你这都过多少年了？他小的时候呢，1岁多的时候咬我们，他现在寻思的都疼。也难怪帅帅小时候是大梁照顾的最多，毕竟女生力量小，更加治不了他。我们跟青姐3个人喂猫的时候呢，你跟青姐是抢着哭哭的。你就去选帅帅，我是没得选，不是选帅帅。他有时候他不吃不喝旁门奶，他都要咬你一下。他的性格感觉像秀智魅族目前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当魅猪越来越凶，开始咬大梁的时候，大梁就跑到帅帅那边对他说：“帅帅，告诉你啊，你姐姐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非常的像你，比你还凶。”看来帅帅给大梁的心里也是留下了不小的阴影。得不说联动是会选熊猫的，金虎飞云和妙音都是个顶哥的好看。小时候的飞云颜值就很出众了，圆圆的耳朵再加上仓鼠脸，这小模样像极了一只米老鼠，果然能打败飞云的只有飞云小时候。阮女士因为认养了飞云的哥哥奥运，所以她也经常会过来看飞云。当阮女士和她说哈喽的时候，飞云还会吧唧着小嘴做回应。Hello， 回家。最后都兴奋地摔倒了。有一次阮女士在笼舍前喊飞云，结果飞云没回应，却把金虎给喊过来了。不认识金虎的阮女士还挺好奇这个热情的小家伙是谁。哦，应该是朱云吧，鼻子这么长。结果被阮女士最后一句话给扎心了。那时的金城虎看起来确实有点车座子，竹韵妈妈也好爱她的老儿子，总是把金虎护在身下。但金虎小时候很调皮，只要竹韵妈妈一眼瞅不见，他就开始爬栏杆。竹韵害怕他摔着，就会把他薅下来。而且这孩子从小话就多，刚喝完盆盆奶，奶妈给他擦嘴，他就一直嘤嘤叫，奶妈还一边擦一边回应他，真的是用吃的都堵不住他的嘴。坐在他旁边的妙音一声都没吭，就乖乖的吃胡萝卜。现在金虎都14岁了，还是整天咩咩叫。如今的妙音可忍不了一点，分分钟都想捶他。金虎啊，你能不能不吵吵？妙音都烦你，是吧？妙音，妙音，你说呢？一大早上你别让我睡觉，你在干啥？你喊乎他，对呀，你喊乎他。对，我是看不见你，看见你我抽死你。妙音平时虽然喜欢翻白眼瞪人，看着有些高冷，但她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黏着飞云，吃饭的时候也要和姐姐贴贴，有时候还会跑过来抢飞云的竹笋。飞云也不生气，就这么宠着她。3个小家伙出生时间相近，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后来又一起来了联动，他们会一起爬小卖部窗口找奶爸奶妈要吃的。3小只没分开的时候，金虎可欠了，他不是抱着飞云的脚啃，就是按着飞云打。妙音也没逃得过他的撩弦，非要把妙音从树上挤下去。后来他和飞云妙音分开了，人家2个小姑娘在一起打闹，可把他激动坏了，隔着玻璃给妙音当场外指导。大连的3宝各有各的特点，飞云甜美，妙音高冷，金虎帅气，每一只都是颜值爆表。今的二姑奶奶喜乐果然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那是能动手的时候绝对不会动脑子啊。喜乐的冯奶爸经常会给他制作各种丰容，特别是用葫芦制作的漏食器，老冯经常是忙活半天给葫芦上掏个洞，然后把小零食放进去，想让喜乐开动脑筋取出来。这是老冯幻想的自家闺女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情绪稳定且有耐心。这是现实中喜乐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那是3秒没出来就开始急眼了，然后抱起葫芦，双手扒着洞口，试图暴力拆除。老冯看到这也干脆摆烂，拱着火让喜乐使劲儿，要使劲，使劲。二姑奶奶也从不让老冯失望，不到10秒钟，葫芦就从中间应声断开。制作2小时，拆除1分钟，老冯也只能无奈的给自家闺女竖了个大拇指。还有一次是老冯想锻炼喜乐的后置力量，用竹竿顶着竹篮，想让喜乐站起来取小零食。二姑奶奶肯定不会按套路出牌，只见她站起来把插在竹篮里的竹竿薅掉，然后一手按着木桩，一手扒着竹竿，用嘴直接把竹竿从中间咬断了。所以说老冯，我劝你省省吧，二姑奶奶能是你说锻炼就锻炼的熊吗？喜乐的拆家能力肯定是不用怀疑的，不管大件小件都能拆得稀碎。他原来有个大躺椅，有天半夜加班就给干掉了。这个小船也是，据说是为了端午节准备的，但是小船压根就没活到端午那天。喜乐11岁生日，老冯更是花了好多的心思。在喜乐出场前，老冯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。”等到喜乐出场后，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反正二姑奶奶是不是武能跨马定乾坤不清楚，但绝对能拆到老冯心态崩溃。后来感觉老冯的制作速度也是赶不上喜乐拆的速度，他已经开始逐渐摆烂了。喜乐把这个竹椅的前腿拆了，老冯也不修了，直接把小竹椅架到了小马上面，改成了马车。说实话，看到这
已经开始佩服老冯的创作能力了。熊猫蕊蕊带娃到底能有多火？日常上演360度旋转摔。这天，蕊蕊兴冲冲地爬上树，和挂在木架上的闲闲仔打闹，结果一个不小心，闲闲仔就从树上掉了下来，空中转体2周半，落地一点水花都没有，真的是十分标准的跳水动作。还有一次，蕊蕊在和闲闲仔玩你追我赶的游戏，本来一切都很正常，结果蕊蕊追上闲闲仔后，直接就把仔按在了地上，然后一屁股骑在了仔的身上。这操作也真是惊掉了大家的下巴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能抱着闲闲仔连环摔，这难度也是相当高了。而且蕊蕊很爱给闲闲仔洗澡。这天，蕊蕊800里加急向着儿子冲过来，虽然闲闲仔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，但显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。只见蕊蕊叼起闲闲仔，丝毫不带犹豫地走进水池，用2秒钟的时间给闲闲仔洗了个澡。还有一次是闲闲仔欠欠的去找干妈，也不知道蕊蕊那会儿在想啥，那是咬住干儿子的头套就往水池里拖，闲闲仔挣扎着往外跑，过程中还挨了蕊蕊干妈一巴掌。即便是这样，蕊蕊自己还气得兔子跳，像是在吐槽自家孩子不爱洗澡。正是因为蕊蕊带娃太抽象了，也就闲闲仔愿意和她疯，自己的亲闺女都躲着她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，毕竟在蕊蕊眼里，干饭的时候不讲亲情，自己手里的永远没有孩子手里的香，即便是地上还有一堆，蕊蕊也只想抢孩子手里的。也正是因为蕊蕊仔知道妈妈的脾气，所以这天本来她正和妈妈一起干饭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叼着笋笋就走得远远的，藏在树后面吃。而愣在原地的蕊蕊反倒是一脸的委屈。蕊蕊和孩子们玩毛毛虫玩具的时候更好笑了，不知道已经翻车过多少次了。因为蕊蕊总和孩子抢玩具，气得自家闺女都想动手打她。蕊蕊还戏精附体捂着脑袋，最后的这个委屈巴巴的眼神就更绝了，反倒是像她才是被抢玩具的孩子。不过蕊蕊自己也还是个大宝宝，他们一家3口的日常真的太搞笑了。会有其3妹这么可爱的小熊啊！这天她越狱被墩墩外公抓包了，被外公抱起时，自己还不好意思的捂住了眼睛，这小模样真的是萌化了。也难怪姨姨们会见一个爱一个，他们在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会撒娇卖萌拿捏人心了。别说是网友们被他萌翻了，就连每天照顾他的墩墩外公都被他可爱到情不自禁嘴角上扬。自从有了其3妹，墩墩脸上的微笑就没消失过，看他自豪的模样，就像是其3妹是他亲生的一样。毕竟墩墩现在是全网都在羡慕的男人，而且其3妹给人的感觉，打眼一看就是软萌可爱的小女生，蓬蓬脸水滴眼，就连小脑袋都是爱心的形状。即便是她趴在毯子上睡觉，只能看到她的背影，一股一股的小肚子也能让人变得柔软。这种治愈的感觉真的直击心灵。小年纪的其3妹还会和大家玩起躲猫猫，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也是被她拿捏了。因为现场的游客看到其3妹，通通秒变夹子音，所以就连她自己也很好奇自己的美貌，孤勇着爬到了玻璃围墙前，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。看得出小家伙对妈妈给自己的这张脸也是很满意。虫洞也是很传奇，生一胎火一胎，从梁月鱼宝鱼贝到大4喜小4喜，到于可于爱，再到芒小五，包括今年新鲜出炉的其3妹，没有一胎是默默无闻的，而且他们也是个个身怀绝技。即便是不满4个月的其3妹，也已经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她还跟隔壁表姐于爱交流了拽姐养成记，已经开始练习雕树枝了。她还想把多余的部分掰掉，用力到小屁股都在颤抖，很难不怀疑是爱姐教给她，要从小练习耍帅技巧，长大后才能在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中表现得更加从容。真的很想知道，软萌可爱的其3妹会不会也能变成雷厉风行的拽姐呢？宝真不愧是艾女士的头号小迷妹，这么小就有保护妈妈的意识了。平时瑞宝和辉宝打闹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一般都是辉宝占上风，即便是辉宝把她按在树上，跳起来踢她膝盖，甚至是被辉宝连扇11个耳光，瑞宝都不怎么还手。但是如果是辉宝在她面前打妈妈，瑞宝就会武力全开暴揍小灰灰。这天辉宝又在费妈咬艾女士背上的毛，瑞宝看到后非常生气，跳上去就咬住辉宝的耳朵，然后和妹妹扭打在一起。可以看得出瑞宝真的有在保护妈妈。还有一次是艾女士想上木架，结果被辉宝这个小坏蛋连扇2个巴掌阻止了。瑞宝看到后二话不说直接冲上木架就是干，咬住辉宝的头套就往下面拽，即便是自己狠狠地摔了一跤，也要教训一下小灰灰。艾宝看在眼里，应该也很欣慰，毕竟3个孩子也就瑞宝不那么淘气。要知道平时都是小灰灰欺负瑞宝更多一点，宋3岁还曾因为瑞宝不会还手，抱着瑞宝教他打辉宝。这么看来平时瑞宝还是有让着妹妹的，但是妈妈是他的底线，所以瑞宝的雄声格言就是你打我可以，但是打妈妈就是不行。而且瑞宝真的很喜欢黏着艾女士，吃饭的时候要和妈妈贴贴，睡觉的时候也要和妈妈趴在一起，
还记得瑞宝很小的时候，就会看着爱宝特别开心的笑，像是在说我的妈妈真好看。还有一次是两小只惹艾女士生气了，艾女士趴在地上气得一动不动，江爷爷在一边劝和。当时还是瑞宝率先迈出了破冰的第一步，走上去抱住妈妈，抱着妈妈的脑袋哄她。这一幕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曾经的福宝和艾女士冷战的场景。一大清早，母女俩坐得108000里远，福宝趴在床上露个小脑袋一动不动，艾女士坐在地上气得也是一动不动。当江爷爷问起他们母女俩是不是吵架了时，福宝还高傲地抬起脑袋，一副又不怨我你问他的表情。当时想让福宝主动给艾女士道歉，肯定是门儿都没有的，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。这么看来，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，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。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。女士和小五这对母子真的太有意思了。小五前几天因为大树被包住有些失落，所以经常会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看。然后没过几天，奶成就给小五安排了新树。王女士见状也模仿儿子，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许愿。天灵灵地灵灵，奶成也给我安排个玩具行不行？毕竟莽家大院只要上新玩具，都得是小五的母上大人先玩。大飞机是，大跑车是，小粉猪也是，就连不适合他尺寸的红色吊床也是。即便是很明显这个玩具不太适合他，他也要硬玩，正着爬不上去就挂倒档，结果倒档也失败了，还把自己气得原地兔子跳。而且他自己玩不了，也不让小五玩，一巴掌就给小五掀翻在地。就算爬不上去，趴在上面也是好的。还有这个玩偶兔子，这娘俩也是抢得厉害，看他俩感觉都快抢急眼了，又是薅头发又是挠脸的，感觉莽妞妞自从生了小五之后，状态上至少能年轻5岁，一点妈味儿都没有，有种越活越年轻的感觉。小五也是遗传了莽女士的搞笑基因，她看到院子里的小鸟准备去抓，长安五少的加速模式也是很特别，把一只脚抬得高高的，然后预备被加速，最后还是扑了个空。对于小五来说，结果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动作要帅，毕竟他是一只连放屁都要他腰撅定的小熊，小年纪就能轻松拿捏纨绔子弟的气质，真的太喜欢这对活宝母子了。怎么会有于爱这么可爱的小熊啊？只见他坐在凳子上，双手扒着桌子，探着脑袋去够竹笋。当他拿到竹笋后，就把小脚丫伸到了桌子上，背靠着小板凳，看起来非常的惬意。于爱一直都是只小熊精，他想下班回家就会坐在门口等饲养员来给他开门，看着他乖巧的背影，真的感觉他的皮大衣里装的是一个小朋友。于爱坐台阶时还会调整位置，确保自己的屁股可以舒服的坐在上面。他玩滑滑梯的时候还知道翘起手可以减少阻力，让自己滑得更快更远。于爱不仅行为上像人，他的情感也非常的细腻，因为他很喜欢外公，他就会把剥好皮的竹笋递给外公吃，外公还用手推了推，让于爱自己吃。从外公的脸上的笑容就能知道，他当时一定感动极了。毕竟对于于爱来说，竹笋是他最爱的食物了。虽然于爱比较的独立，不像哥哥那样黏着妈妈，但在他意识到妈妈有危险时，会第一时间冲过去，用小小的身体接住妈妈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虽然于爱和哥哥经常打打闹闹，有时候甚至会为了争夺玩具大打出手，但当于可脚受伤时，于爱还是会主动的照顾哥哥。尽管他白天很少吃竹叶，他还是拖着比他还大的竹子送到哥哥跟前，然后坐下来陪哥哥一起吃。在于爱的身上不只能看到聪明勇敢，还能看到有情有义。因为于爱眼睛的问题，他现在和哥哥早早的分开了，但看着他们隔着围墙使劲扒拉玻璃想靠近对方的样子，还是难免会有些心疼。这天于爱已经准备回家了，于可突然冲了过来找他。本来于爱已经进屋了，但还是折返回来去找哥哥。他们只是不会说话，其实他们什么都懂的。于爱的眼睛现在也好转了很多，希望他赶紧的好起来，还像以前那样做一只健康又无忧无虑的小熊。一次如此清晰的看到贤贤大仔的正脸，小家伙的眼神和同胞弟弟贤贤小仔非常不同。贤贤小仔在圈养环境下被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眼神里尽是纯真与可爱。而贤贤大仔自出生就跟随妈妈一起参加野培，因为鲜少接触到人类，且生活在野外，他的眼神里更多的是坚毅和警惕。虽然他不似弟弟那般饭来张口，万事都需要自力更生，但是他也收获了自由。他们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精灵，如此美妙的风景，可能是弟弟一辈子都无法看到的。如今的贤贤大仔跟着妈妈，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的本领，即便是大雪封山，他也能爬上20多米的大树，趴在树杈上美美的睡觉，在远处不仔细看，真的很难发现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在细细的树枝上如履平地般走来走去，这超强的抓握能力和平衡能力，也能为他在野外生存多一份保障。贤贤也好爱他，小家伙爬树，贤贤不放心就在树下守着他。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，贤贤还一把把他抱在怀里，
这一幕真的很温馨。现在贤贤已经开始教他采食竹子了，小家伙拿着竹子啃，贤贤还帮他举着另一头，这模样像极了人类妈妈手把手的喂孩子吃饭。吃饱喝足后，母子俩还打着手电筒玩起了打雪仗。而另一边，贤贤小仔也坐在院子里欣赏着雪中的风景。两兄弟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，但也都是带着对方的期许快乐的生活。你替我安乐，我替你自由。这比奶爸还高半头的小熊，就是虫洞的美少女壮士梁月。梁月非常的活泼，属于是那种熊来疯的性格。每次饲养员到外场给他放吃的，他都兴奋地扒着笼子跳摇摆舞，感觉他当时着急的一刻都等不了了。看他这摇曳的舞姿，就知道这虫洞舞王的称号真不是白叫的。这天，梁月本来正双目无神地趴在笼子上，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像是被打入冷宫的妃子。但当他看到奶爸过来了，又立刻两眼放光，站起来摇摆。但别看梁月长着1.9米的身高，200大几十斤的体重，只要他坐在那里，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奶娃娃。梁月今年去基地相亲，结果凉面、凉粉、凉虾都没带回来，只吃了一肚子的凉草回来。后来元芳把他安排在了小五的隔壁，梁月看到小五也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整天就像一个熊贩子一样，趴在围墙上偷看小五。有一次小五刚出来，梁月就兴奋地趴在玻璃上摇摆，把小五吓得赶紧爬上了木架。直到梁月看到了3姐盲仔，才算消停了下来。后来慢慢的小五和他熟悉了，还过来主动找六姨玩。结果梁月看到小五却害羞的走开了。所以虽然梁月长得熊高马大的有些唬人，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小甜豆。在2016年亚老二生下了罕见的3胞胎，但因为其中2小只的体重太轻，都夭折了，只有胖胖的梁月活了下来。梁月和侄子侄女于宝于贝一起长大，更是和于贝一起生活了7年的时间，直到去年的年底才分开。梁月是个直宝女，整天和侄女腻在一起，竹子也只吃于贝严选。于贝没办法，只好让着她，把手里的竹子分给梁月一半，自己的小姑还得自己来宠着。所以说梁月和于贝的天下第一好，真的全靠于贝的脾气好。时尚圈也是被大熊猫闯进来了。岳阳中华大熊猫院的福福，不是穿裙子就是戴围脖，每天都有在好好研究穿搭。淡蓝色高开叉单肩晚礼服，再搭配一顶贝雷帽，还是扭着屁股走出来的。不得不说福福这孩子是懂穿搭的。福福不只是会穿，这裙子还是他自己设计的呢，一边撕一边穿，妥妥的就是量身定做。只是福福，你把裙子的叉都开到腰上了，看上去多少是有点不正经了。福福作为一名时尚博主，从来不允许自己的脖子空空的，每天都会带着各种各样的花围脖。因为福福戴多了，动作就特别熟练。只见他仰着脑袋把围脖套在头上，然后再转动自己的大脑袋，围脖就这么水灵灵的套到脖子上了。有时候他还会整点小花活，把围脖套在脑袋上，看上去像是头上套了个马桶垫。这个彩虹围脖套在头上就更炸裂了，看起来就像狼外婆。他甚至还把自己的脑袋和木桩套在了一起，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套进去的。但是看着这十分惊险的操作，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。还好在有惊无险，他自己把脑袋抽出来了。福福有时候还会整点文艺的，拿着丝带跳个古典舞，这小模样整得还挺唯美，很难不怀疑他是在模仿身穿汉服给他跳舞的小姑娘。看福福当时的表情就知道他被小姑娘惊艳到了。没有围脖时候的福福就把轮胎套在头上，而且还是他喜欢的单肩胯。福福玩轮胎也会自己给自己上难度，先套在头上一个，再依靠强大的臂力爬上秋千，动作干净又利落，妥妥的就是一个体操小天才。大家都很好奇，福福的整活套路和林岩有点像，想知道他俩是不是有什么关系。他俩确实是有点关系的。福福和林岩是幼儿园的同班同学，只不过福福主修的是服装设计，而林岩主修的是声乐。哎，想得很哇，是你的。今天跟随新华社的镜头看到了在室内的福宝。徐奶爸说福宝最近胃口非常的好，最近他的食量啊，还有运动量那些有没有什么变化呢？食量增加了，之前他的粪便大概是8到10公斤，这段时间的粪便基本上都稳定在10到12公斤，产食量增加了，然后进食的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上下。福宝现在的体重是104公斤，他刚回来时的体重是103公斤。福宝回国后的这8个月体重没怎么增长，估计跟他回到家乡需要适应环境，并且这段时间他还经历了发情期以及假孕期有关。而且徐奶爸还透露，福宝最近也很活泼，喜欢晚上活动，晚上尤其活跃，相当活跃。他一般就是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会吃竹子，再活动到11点多左右。但在评论区看到很多网友说，徐奶爸为什么要抓住福宝的胳膊，还说看着就感觉很用力。首先，每只圈养大熊猫在进行爱心饲喂的时候，一般都要进行脱敏训练，
徐奶爸抓握的位置就是平时体检扎针的位置，如果日常不训练的话，在体检抽血时，估计他们基本都很难做到配合。再者，如果福宝感觉特别不舒服，想把手抽回去，大家觉得以徐奶爸的力量控制得住福宝吗？而且肉眼可见福宝吃的挺开心的，如果不舒服，他也不会吃了。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福宝抽搐的问题，徐奶爸说他最近几天都没有再出现抽搐的情况了，只要福宝是健康的，大家也就可以安心了。